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继续讲知否。剧中最让人遗憾的，没能终成眷属的有情人，就是小公爷齐衡和明兰了。有人说，明兰把所有的纯洁的爱情都给了小公爷，到了顾廷烨那里，只剩下了对利弊的权衡。这个观点，胖妮是不赞同的。很多人觉得，小公爷和明兰没能在一起，都是因为郡主的阻拦。其实，就算没有郡主，两个人也未必合适。如果终成眷属的结局是彼此望而生厌，倒不如一别两宽，让对方成为自己最美年华里的白月光。小公爷这个人，从小生活得太幸福了。我们现在喜欢说，贫穷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其实富贵和幸福也是。在娶明兰这件事遇到阻碍之前，小公爷的成长都是顺风顺水，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他所遭受的最大的打击是科考落榜，而明兰呢？她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压抑、惊险和套路。在魏小娘身边的时候，因为对着爹爹说了一句实话，就害得小蝶差点被打死。魏小娘临产大出血，8岁的孩子跑到街上去找郎中。小娘去世之后，她大病一场，在鬼门关走一遭，在祖母身边长大。为了不给祖母惹麻烦，她把藏拙练得炉火纯青，连说起话来都结结巴巴。这样的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小公爷爱上明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郡主管得严，小公爷又守规矩。在他的世界中出现的青春少女，除了身边的丫鬟，就是盛家3姐妹了。这3个姐妹中，墨兰一副娇柔造作的模样，如兰又大大咧咧像个假小子，只有明兰温柔如水，不争不抢，符合小公爷对美好女性的所有的想象。但是小公爷喜欢的这个明兰，真的是明兰吗？不是的，而是明兰为了手镯而戴上的面具。因为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非常有限，所以小公爷并不知道明兰呆萌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伶俐而理智的心。如果小公爷知道明兰为了更好的管家，驱逐身边其他防塞来的眼线，故意豢养下人们人性中的恶，看着他们互相撕咬。如果他知道明兰为了报仇，不但给林小娘母女设陷阱，连亲生父亲都算计。如果他看到明兰挺着大肚子对父亲说，我会把康姨妈提到外面去杀，小公爷还会喜欢明兰吗？他敢和这样的明兰一起生活吗？剧中有一处，明兰和小公爷都已经各自成家，两人在小桥处见面，小公爷兴致勃勃地喊六妹妹，明兰则告诉他要珍惜身边人。当时小公爷的表情是吃惊的、讶异的，他说你可真狠心啊。这里足可见得小公爷对明兰的表现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在他的想象中，明兰和自己一样，因为命运的捉弄，被迫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与婚姻中的另一半同床异梦，脑子里还想着心中的白月光。而实际上，那时的明兰已经渐渐爱上了顾廷烨，即便是当初结婚，明兰对顾廷烨也并不排斥。自始至终，小公爷都不了解明兰，他看到的只是生活中循规蹈矩的明兰，课堂上不爱说话，偶尔发言又惊艳四座的明兰。他看到的都是明兰所扮演的样子和偶尔流露出的优点，从没见过明兰真实的一面。而对于明兰来说，她对小公爷的感情也并不纯粹。明兰虽然说为了他值得的，但是在这段感情中，明兰一直被动承受，没有主动做过一点努力。当然，这和她女子的身份和在盛家的地位有关系。然而，当明兰听闻如兰说起自己对靖哥哥的爱的时候，她的眼神很复杂。也许那一刻，明兰意识到自己对小公爷的爱是不一样的。最初，明兰喜欢小公爷，是因为小公爷喜欢她，而身为庶女，能被一个身份那么尊贵，长相和性格又像美玉一样温润的公子喜欢，这个感觉肯定不差。后来，明兰喜欢小公爷，是因为小公爷为了她做出了很多牺牲，包括和母亲闹翻、绝食之类。如果这个时候她撤退了，是不易。待到小公爷重榜之后，再去找明兰的时候，明兰对小公爷的爱已经所剩无几，她流下的那一滴泪是对过去的告别。结婚之后，得知小公爷对自己念念不忘，这时候的明兰是真的有些不耐烦的。
在明兰的世界，她必须不断奔跑，不断去处理事情本身，才能活下来，活得好。过度的在情绪中纠结，耗费能量，那是自寻死路。而小公爷是一个因为养尊处优惯了，而喜欢在情绪中寻找刺激的人。他热爱情绪，包括好的和不好的情绪，并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热爱情绪。其实，如果我们去掉情绪，再来整理下小公爷和明兰相处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问题。小公爷送明兰笔，害得明兰被夹在两个姐姐之间，无法自处。小公爷在马球场上和明兰打球，害得明兰被爹爹罚跪。小公爷说要娶明兰，害得明兰被郡主羞辱，成为整个京城女眷中的笑话。小公爷为明兰做的每一件事，除了能给明兰情绪之外，什么都给不了。而他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还一如既往地做下去，是因为他自己可以从这些事情中获得更加令人满足的情绪。这样看，如果没有郡主的阻拦，小公爷真的和明兰结婚了，结果会好吗？当最初的激情褪去，当日复一日的相处让明兰本来的自己从面具后面展露出来，小公爷会发现自己娶的女人不但没有想象中那样像白莲花一样纯洁柔软，还不懂情趣。当他沉浸在自我感动中的时候，对方是无动于衷的。当他想要从明兰那里得到那些能够击中内心的情绪的时候，明兰是办不到的。而明兰也会觉得，没有经过生活的磨练，被养在温室里的小公爷看起来美好，却幼稚而肤浅。当他走上生活的战场，和墨兰、康姨妈等恶人作战的时候，身边的男人不会成为一个战友，只会说你要对人宽容，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这样看来，命运啊，是一个摆布生活的高手，他会让每个人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他也会让不合适的人分离，合适的人走到一起。说到这里，胖妮突然想到一个故事，一对夫妻，丈夫是一个处女座，每次出门整理箱子都要整理很久，而妻子整理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塞进箱子，再把拉链拉上，晃一晃，这样每样物件都会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听起来可笑，却颇有哲理。谁说命运不是那个箱子呢？谁说知否中的小公爷、明兰，还有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不是箱子里的物件呢？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